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发现康涅狄格，探索新英格兰的心脏书的播放权。这是国家之州发现美国系列的其中一本。这个系列由美国简报编辑部编写。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康涅狄格州位于新英格兰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历史、壮丽的风景和充满活力的文化。从长岛湾古色古香的海滨小镇到里奇菲尔德县连绵起伏的丘陵，康涅狄格州提供了独特的城市和乡村体验。在发现康涅狄格，探索新英格兰的心脏中，我们邀请您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宪法之州的秘密。从最早的美洲原住民定居点到今天繁华的城市，我们将深入了解康涅狄格州的过去和现在，以揭示这个迷人州的本质。我们将探索康涅狄格州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从迷人的海岸线到崎岖的山脉，并深入研究该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轶事，我们将向您介绍使康涅狄格成为如此特别的地方的人物和地方。无论您是土生土长的康涅狄格州人还是好奇的游客，探索康涅狄格州都将带您踏上发现之旅，并激发您亲自探索这个非凡的州。所以坐下来，放松，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冒险吧。康涅狄格州的历史。康涅狄格州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是荷兰人，他们于1623年在哈特福德建立了贸易站。康涅狄格州的第一批英国定居者于1633年在托马斯·胡克牧师的带领下抵达。胡克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哈特福德殖民地，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州的首府。荷兰人和英国人很快发生冲突，荷兰人声称拥有哈特福德地区，而英国人则声称拥有纽黑文地区。1650年，当两个殖民地合并为康涅狄格殖民地时，这场冲突得到解决。康涅狄格殖民地是组成美国的最初13个殖民地之一。康涅狄格州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中心，邦克山战役、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等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该州。战后，康涅狄格州是最早批准宪法的州之一，并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组建。康涅狄格州因其在美国政府体系发展中的作用而被称为宪法之州。今天，康涅狄格州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州，它以其高品质的生活、教育机构和历史遗迹而闻名。康涅狄格州的地理。康涅狄格州是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它东部与罗德岛接壤，北部与马萨诸塞州接壤，西部和南部与纽约州接壤。截至2019年，康涅狄格州人口为3565287人，是美国人口第29大州，人口密度排名第4。素有宪政之邦、肉豆蔻之邦、粮食之邦、习俗之邦之称。康涅狄格州的人口中心位于纽黑文县柴郡。州首府哈特福德是康涅狄格州第2大城市，2010年人口为124512人。康涅狄格州其他主要城镇包括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纽黑文、沃特伯里、莫沃克、丹伯里、新不列颠、格林威治和布里斯托尔。该州得名于大致将州一分为2的康涅狄格河。康涅狄格这个词来源于阿尔冈昆语中长潮汐河的各种英语拼写。康涅狄格州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是荷兰人，他们于1623年在哈特福德建立了一个小贸易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英国定居者在康涅狄格河沿岸建立了温莎镇1633年、维瑟斯菲尔德镇1634年和哈特福德镇1636年。1662年，这3个殖民地根据英国国王查理2世的皇家宪章合并，此后康涅狄格州一直将其用作唯一的宪法文件。康涅狄格州经济多元化，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制造业和旅游业等行业。该州是多家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联合技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安娜。康涅狄格州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第29位最具创新精神的州。康涅狄格州的地理环境多种多样，该州包括长岛海峡、多条河流、湖泊和池塘，以及森林、丘陵和沿海地区。
康涅狄格州的最高点是2380英尺，725米的弗里瑟尔山，最低点是海平面。3. 康涅狄格州的气候。康涅狄格州的气候是潮湿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多雪，夏季炎热潮湿，年平均气温约为52华氏度，11摄氏度。该州每年平均降水量为42英寸，107厘米。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其气候同时受到大西洋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影响。该州的生长季节相对较短，早在9月底和5月初就可能出现霜冻。春季和秋季通常温和，偶尔会有炎热或寒冷的天气。夏季通常炎热潮湿，偶尔会有雷暴。冬季寒冷，全州都在下雪。康涅狄格州通常有4个不同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天气模式。春天是一年中天气开始变暖，并且白昼开始变长的时候，鲜花开始绽放，树木开始发芽。夏季是一年中最温暖的时期，白昼最长，湿度水平可能很高，让人感觉比实际温度还要热。雷暴在夏季也很常见。秋天是一个过渡时期，天气开始转凉，白昼开始变短，树叶开始变色，白天变短。冬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白天最短，降雪很常见，道路会结冰，气温可能会降至冰点以下，因此穿暖和的衣服很重要。4. 康涅狄格州的经济。康涅狄格州的经济是美国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该州2018年的 GDP 为270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29大经济体。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例如联合技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 Anna。 该州的人均收入为7万美元，为全国最高。该州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中心，金融服务业是最大的部门。该州是许多大型保险公司的所在地，例如 Anna、Cigna 和 The Hartford。 银行业也是该州的主要产业，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都有大量业务。制造业也是该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技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西科斯基飞机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康涅狄格州。近年来，该州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2014年至2018年间，该州 GDP 增长 9.4%。该州2018年的失业率为 3.8%， 低于2014年的 4.9%。近年来，该州的就业增长强劲。2014年至2018年，该州平均每年增加46000个工作岗位。该州的税收结构有利于企业，该州的企业税率为 6.5%。该州还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系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康涅狄格州是经商的好地方，经济强劲。该州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有利的税收结构和发达的基础设施。该州的经济正在稳步增长，并且该州正在以强劲的步伐增加就业机会。如果您想在康涅狄格州开展业务，该州的经济是一个不错的起点。5. 康涅狄格州人民。康涅狄格州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是1630年代来到这里的荷兰和英国清教徒，他们建立了康涅狄格殖民地，这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反抗英国统治的13个殖民地之一。此后，康涅狄格州因于1788年第一个批准美国宪法而被称为宪法之州，并因其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被誉为习惯之乡。今天，康涅狄格州的人民是多元文化和背景的混合体。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该州的人口约为350万。康涅狄格州最大的城市是哈特福德、纽黑文和斯坦福德。康涅狄格人以其强烈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而闻名。该州是许多大公司的所在地，包括通用电气、联合技术和 Anna。 它也是保险和金融服务的领先国家。康涅狄格州人民重视教育，该州拥有耶鲁大学、卫斯理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康涅狄格州是生活、工作和养家糊口的好地方。康涅狄格州人民友好、勤劳、热情。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康涅狄格州是您的最佳选择。6. 康涅狄格州的文化。康涅狄格州的文化是新旧文化的独特融合。该州历史悠久，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
其文化也受到那段历史的影响。今天，康涅狄格州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州，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这里安家。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东与罗德岛州接壤，北与马萨诸塞州接壤，西与纽约州接壤。康涅狄格州被称为宪法州，因为它是第一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该州人口刚刚超过300万，首府是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最大的城市是布里奇波特。康涅狄格州人民为本州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该州拥有许多博物馆和历史遗迹，还有许多庆祝该州文化的年度节日和活动。如果你想体验康涅狄格州的文化，有许多值得参观的好地方。首府哈特福德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它是该州许多历史和文化景点的所在地。纽黑文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如果想获得更乡村的体验，神秘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拥有许多迷人的商店和餐馆。7. 康涅狄格州政府。康涅狄格州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是荷兰和英国商人。1614年，荷兰人在 Fort Hope 即现在的哈特福德建立了一个贸易站。2年后，一群由托马斯·胡克牧师领导的英国清教徒建立了康涅狄格殖民地。胡克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英格兰教会过于腐败，想要建立一个净化的、可见的教会。他们也想逃避因信仰而受到的迫害。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62年由英国政府正式授予特许权。康涅狄格殖民地由州长、副州长和普通法院管辖。总法院由州长委员会和自由民大会组成。总督委员会由殖民地的主要公民组成，并作为总督的咨询机构。自由民大会由殖民地的自由民选举产生，负责通过法律。殖民地繁荣昌盛，发展迅速。到1700年代初期，它的人口已超过6万。1701年，殖民地的首府从哈特福德迁至纽黑文。1716年，殖民地分为3个县：哈特福德、纽黑文和费尔菲尔德。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康涅狄格殖民地是爱国者活动的温床。许多殖民地的主要公民，如塞缪尔·亚当斯和罗杰·谢尔曼，都积极参与爱国者事业。1776年7月4日，该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3年，巴黎条约正式结束独立战争，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今天，康涅狄格州受1818年首次通过的宪法管辖。宪法规定了州长、副州长、国务卿和司法部长，所有这些人的任期均为4年。州议会及众议院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有36名议员，而众议院有151名议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任期2年。8. 康涅狄格州的教育系统。康涅狄格州的教育系统是全国最负盛名的教育系统之一。它以其高度选择性的学院和大学以及严格的学术标准而闻名。康涅狄格州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一直优于同龄人，该州的高中毕业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康涅狄格州在教育方面的成功有几个原因。首先，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由来已久。它是最早建立公立学校系统的州之一，一直致力于为所有居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其次，康涅狄格州拥有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吸引了企业和行业来到该州，这反过来又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机会。最后，康涅狄格州的学院和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它们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并提供优秀的课程，为学生成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康涅狄格州的教育系统始于幼儿教育，该州提供各种计划和服务来支持幼儿及其家庭。这些计划包括家访、早期干预和学前班。此外，国家还为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提供支持。康涅狄格州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由公立和私立学校提供。公立学校由国家资助，可以免费上学；私立学校不受国家资助，通常收取学费。公立和私立学校都遵守相同的学术标准。康涅狄格州的高中生有机会参加大学先修 AP 课程，这些是大学水平的课程，
如果学生在 AP 考试中表现良好，可以获得大学学分。AP 课程提供多种学科，包括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外语。高中毕业后，许多学生选择在康涅狄格州上大学。该州是美国一些最优秀的学院和大学的所在地，包括耶鲁大学、卫斯理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这些学校以其出色的学术课程和帮助学生为成功的职业做好准备的能力而闻名。康涅狄格州的教育系统是全国最好的教育系统之一，它以其高度选择性的学院和大学、严格的学术标准以及为所有居民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承诺而闻名。9. 康涅狄格州的交通系统。康涅狄格州的交通系统是该州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它负责在全州范围内运送人员和货物，在该州的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涅狄格州交通部 ConDOT 负责该州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该机构分为5个部门：公路、交通、规划、铁路和行政。公路司负责本州公路和桥梁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和维护。交通部负责该州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规划司负责该州交通系统的规划和发展。铁路部门负责该州铁路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行政司负责该机构的行政支持。ConDOT 的年度预算为23亿美元，雇佣了大约4000名员工。该机构总部位于哈特福德，并在纽黑文、斯坦福德和沃特伯里设有地区办事处。该州的交通系统包括公路、桥梁、铁路、公共交通、机场、海港以及自行车和行人设施。该州的高速公路系统由大约9000英里的道路和2000座桥梁组成。该州的铁路系统由大约720英里的轨道组成。该州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公共汽车、火车和渡轮。该州的机场包括布拉德利国际机场、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和格罗顿新伦敦机场。该州的海港包括纽黑文港和布里奇波特港。该州的自行车和步行设施包括东海岸绿道、法明顿运河遗产步道和马塔贝瑟特步道。ConDOT 负责该州交通系统的安全。该机构的安全举措包括安装护栏、警示带和标牌、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法的执行，以及开展公众教育活动。ConDOT 还负责维护该州的交通系统。该机构的维护活动包括维修道路和桥梁、清除道路上的冰雪以及检查桥梁。ConDOT 一直致力于改善该州的交通系统。该机构最近的举措包括制定全州交通计划、建设新的公路和交通项目、扩大铁路服务以及改善自行车和行人设施。10. 康涅狄格州的医疗保健系统。康涅狄格州的医疗保健系统是全国最好的系统之一，它的医疗质量在全国排名第3，仅次于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该州为居民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殖民地早期。该州第一家医院成立于1639年，第一所医学院成立于1773年。今天，该州的医疗保健系统由康涅狄格州公共卫生部 DPH 监管。DPH 负责确保所有居民都能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并负责监管该州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该部门还负责调查对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投诉，并对违反本州医疗保健法的人采取纪律处分。DPH 只是构成该州医疗保健系统的众多组织之一，其他重要组织包括康涅狄格州医院协会 CHA 是代表该州医院和卫生系统的行业协会。CHA 倡导医院和卫生系统解决各种问题，包括获得护理、护理质量和支付改革。康涅狄格医学会 CMS 是该州医师的专业协会。CMS 倡导医生解决各种问题，包括获得护理、护理质量和医疗责任改革。康涅狄格护士协会 CNA 是该州护士的专业协会。CNA 在各种问题上倡导护士，包括获得护理、护理质量和护士人员配备水平。康涅狄格健康保险交易所 HIX 是一个国营的健康保险市场。HIX 提供来自不同保险公司的各种健康保险计划，
并帮助居民比较和选择最适合他们需求的计划。康涅狄格州的医疗保健系统全面且组织良好，它旨在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无论他们的收入或健康状况如何。该系统由州和联邦税收以及私人保险费共同资助。该州的医疗体系并不完美，但一直被评为全国最好的医疗体系之一。如果您是康涅狄格州的居民，您可以确信自己可以获得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11. 康涅狄格州的房地产市场。康涅狄格州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尽管康涅狄格州是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但近年来房屋价值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州的高税收，这使得居民很难买得起房子。住房市场也受到该州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出该州，买房的人越来越少，这导致住房需求减少，从而给价格带来下行压力。康涅狄格州的平均房价为30万美元，低于2013年的33万美元。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在短期内持续，因为该州的经济预计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善。然而，康涅狄格州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该州的人口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增长，这可能会导致住房需求增加。此外，从长远来看，该州的经济有望改善，这可能会导致房屋价值上涨。12. 康涅狄格州的犯罪率。康涅狄格州的犯罪率是全国最低的之一，这并不是说这里不会发生犯罪，确实如此，但是它不像其他州那样普遍。事实上，2013年该州的犯罪率在全国排名第3。有许多因素促成了康涅狄格州的低犯罪率。一是该州强劲的经济，当人们有工作并且有钱时，他们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另一个原因是该州优秀的教育体系，良好的教育有助于人们找到好工作，从而降低犯罪率。但是，该州犯罪率低的最重要因素是其严格的枪支法。康涅狄格州拥有该国最严格的枪支法。例如，您需要许可证才能在该州购买手枪，而且你每个月只能购买1支手枪。购买枪支也需要等待期和背景调查。这些法律使罪犯更难拿到枪支。该州的枪支法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他们太严格了，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对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有助于降低康涅狄格州的犯罪率。13. 康涅狄格州的生活成本。康涅狄格州的生活成本很高，但为了您获得的生活质量，这是值得的。康涅狄格州的平均房屋成本为37万美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万1千美元。康涅狄格州的租金中位数为1600美元，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00美元。康涅狄格州的食品和交通成本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生活成本很高，但康涅狄格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该州拥有高品质的生活、一流的学校、安全的社区和许多活动。生活成本是值得的，因为您会得到很多好处。14. 康涅狄格州的夜生活。康涅狄格州的夜生活是全国最好的，无数的酒吧和俱乐部可供选择，派对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如果您正在寻找美好时光，您一定会在这里找到。康涅狄格州最受欢迎的外出地点之一是哈特福德。这座城市拥有各种酒吧和俱乐部，每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氛围。如果您想通宵跳舞，您肯定想去维伯斯特或3一学院的洞穴等地方看看。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更悠闲的夜晚，这里有很多酒吧和酒馆可供选择。无论哪种方式，您都一定会在哈特福德度过愉快的时光。康涅狄格州的另一个好去处是纽黑文。这座城市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闻名，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如果您想跳舞，可以去 Toad's Place 或 The Manor 等地方。如果您正在寻找低调一点的地方，这里有很多酒吧和酒馆可供选择。无论您要寻找什么，都一定能在纽黑文找到。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真正独特的夜晚，您会想看看 Mystic。这座城市拥有各种酒吧和俱乐部，每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氛围。
如果您正在寻找美好时光，您一定会在这里找到。无论您在哪个城市，在康涅狄格州外出一定会玩得很开心。有这么多的酒吧和俱乐部可供选择，您一定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你还在等什么？走出去，玩得开心。15. 康涅狄格州的食物。康涅狄格州的食物是全国最好的。从新鲜的海鲜到从农场到餐桌的美食，总有一款适合你。海鲜爱好者会发现，康涅狄格州的海岸线有很多值得喜爱的地方。新鲜的鱼和贝类很容易买到，而且有很多很棒的餐厅可供享用。蛤蜊、牡蛎和龙虾都是当地人的最爱，没有什么比一边俯瞰水面，一边享用海鲜大餐更惬意的了。如果您更喜欢旱鸭子的食物，康涅狄格州也有。从农场到餐桌的餐厅越来越受欢迎，有几家很棒的餐厅可供选择。该州还拥有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因此如果你有心情，可以尽情享受美食。无论您的口味如何，您都会在康涅狄格州找到美味佳肴。从新鲜的海鲜到美食，总有一款适合你。16. 康涅狄格州的运动队。康涅狄格州有许多运动队，最受欢迎的球队是 NFL 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MLB 的波士顿红袜队和 NHL 的波士顿棕熊队。但该州也有许多其他球队，包括 NBA 的哈特福德捕鲸队、WNBA 的康涅狄格太阳队和小联盟哈特福德狼群。爱国者队是该州最成功的球队，赢得了6次超级碗。该团队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而且他的比赛总是很受欢迎。爱国者队还与纽约喷气机队竞争，这是 NFL 中最激烈的竞争之一。红袜队也是一支非常成功的球队，赢得了9次世界大赛冠军。该团队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而且他的比赛总是很受欢迎。红袜队还与纽约洋基队竞争，这是棒球界最激烈的竞争之一。棕熊队也是一支成功的球队，赢得了6次斯坦利杯。该团队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而且他的比赛总是很受欢迎。棕熊队还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竞争，这是 NHL 中最激烈的竞争之一。哈特福德捕鲸队是一支 NHL 球队，从1979年到1997年在该州打球。球队不是很成功，但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该队于1997年搬到北卡罗来纳州，成为卡罗来纳飓风队。康涅狄格太阳队是一支 WNBA 球队，主场比赛在安卡斯维尔。这支球队相当成功，多次进入季后赛。该团队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哈特福德狼队是一支小联盟曲棍球队，主场比赛在哈特福德。该团队是纽约游骑兵队的附属机构。这支球队相当成功，多次进入季后赛。该团队在该州拥有强大的追随者。17. 康涅狄格州的户外活动。康涅狄格州有许多不同的户外活动，居民和游客都可以享受这些活动。从在众多州立公园远足和露营，到在长岛海峡钓鱼和划皮划艇，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乐趣。康涅狄格州最受欢迎的户外活动之一是远足。该州有超过30英里的远足径，难度从简单到中等。一些较受欢迎的远足径包括贯穿该州中部的26英里长的马塔贝瑟特小径，以及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全长2180英里的阿巴拉契亚小径。露营是康涅狄格州另一种流行的户外活动，有10几个州立公园提供露营，包括黑岩州立公园，它提供200多个露营地。露营是享受康涅狄格州美景并远离日常生活喧嚣的绝佳方式。钓鱼也是康涅狄格州流行的户外活动。该州是许多不同种类鱼类的家园，包括鲈鱼、鳟鱼和角膜白斑鱼。还有许多不同的钓鱼点，包括湖泊、池塘、河流和溪流。钓鱼是放松和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皮划艇是康涅狄格州另一种流行的户外活动。该州拥有超过3000英里的海岸线，许多皮划艇爱好者喜欢探索不同的海湾和岛屿。皮划艇是锻炼身体和欣赏康涅狄格海岸线美景的绝佳方式。18. 康涅狄格购物。康涅狄格州的购物场所在全国名列前茅。
有很多商场和奥特莱斯可供选择，而且价格一般都很合理。商店的选择也很棒，您几乎可以找到任何需要的东西。如果您正在寻找购物中心，法明顿的 West Farms 购物中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是该州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商店种类繁多。你可以找到从衣服到电子产品，再到家居用品的一切。价格也很合理，经常有促销和折扣。如果您正在寻找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克林顿的 Clinton Crossing Premium Outlets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有60多家商店，价格通常比普通商场低很多。您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衣服、鞋子、化妆品等。无论您要寻找什么，您一定能在康涅狄格州找到。这里的购物场所在该国堪称一流，您不会失望的。19. 康涅狄格州的景点。在康涅狄格州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您正在寻找与家人有关的活动，这里有很多选择。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康涅狄格州拥有众多的州立公园和森林，可提供远足、露营、钓鱼等活动。当然，对于那些想碰碰运气的人来说，还有赌场。以下是康涅狄格州的部分景点。马克·吐温故居。哈特福德的马克·吐温故居是这位作家在1874年至1891年期间的家。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了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今天，这所房子是一个博物馆，提供旅游、教育项目和特别活动。布什内尔公园旋转木马。哈特福德的布什内尔公园旋转木马是该国最古老的持续运营的旋转木马。它建于1876年，自1914年以来一直位于布什内尔公园。旋转木马有36种手工雕刻的动物，包括马、老虎和熊。骑手还可以按铃，示意操作员停止旋转木马，以便他们下车休息。新不列颠美国艺术博物馆。新不列颠美国艺术博物馆是康涅狄格州第一家专门展示美国艺术的博物馆。它成立于1903年，收藏了超过19000件艺术品，包括绘画、雕塑、照片等。博物馆还有一个图书馆和档案馆，藏有5万多本书籍、手稿和照片。康涅狄格科学中心。位于哈特福德的康涅狄格科学中心是一个动手实践的博物馆，拥有超过165个互动展品。参观者可以了解人体、环境、空间等主题。科学中心还设有天文馆和3D 影院。纽黑文绿地。New Haven Green 是一个位于纽黑文市中心的16英亩公园。绿地全年举办许多活动和节日，包括纽黑文爵士音乐节和国际艺术与创意节。夏季，国岭也是举办午餐音乐会的热门场所。这些只是康涅狄格州众多景点中的一小部分。无论您是在寻找一天的家庭乐趣，还是在城里过夜，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20康涅狄格州的酒店。康涅狄格州的酒店是全国最好的酒店之一，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住宿和便利设施，并且位于世界上一些最美丽的环境中。从利奇菲尔德县历史悠久的旅馆到菲尔菲尔德县的豪华酒店，每一位旅客都能找到完美的酒店。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山地区拥有该州一些最美丽的酒店。The Inn at Litchfield 是一家迷人的历史悠久的旅馆，享有乡村的壮丽景色。Litchfield Inn 是另一个美丽的选择，提供豪华的住宿和全方位服务的水疗中心。康涅狄格州的菲尔菲尔德县地区拥有该州一些最豪华的酒店。斯坦福德万豪酒店是商务旅客的热门选择，提供便利的位置和一流的设施。格林威治酒店是休闲旅客的豪华选择，提供优雅的住宿和长岛海峡的壮丽景色。无论您是寻找历史悠久的旅馆还是豪华酒店，您都会在康涅狄格州找到完美地住宿。